眼前这个男人名叫巴图，他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，却因为老婆失踪不得不化身愤怒的黄牛。没有花里胡哨的招式，他盯着对手的下盘持续进攻，终于成功将对方打倒在地。故事要从不久前说起，东南亚某国，巴图和好友老焦正在给水产市场送货，熙熙攘攘的市场和辛勤搬砖的打工人，一股生活气息扑面而来。这时，管理市场的几个混混和一个摊主大伯起了争执。大伯的儿子好赌，偷走了家里的钱，导致大伯拿不出管理费。混混们上前推搡，恐吓他赶紧把管理费交齐，之后便扬长而去。巴图急忙追了上去，表示最近家里着急用钱，问为首的兵哥之前在他那里投资的钱是不是该回款。兵哥满脸不耐烦地说自己也没收到回款，让巴图继续等。巴图只能无奈地看着兵哥离开的背影。这时手机铃声响起，打来电话的是帮哥俩联系帝王蟹卖家的中间人。巴图和老焦急忙赶到码头，卖家朱老板拿出一只个头奇大的帝王蟹，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要么做得早，要么做得好。这东西一旦打开市场，想不赚钱都难。以后兄弟俩出门名表豪车都是标配。几个大饼把兄弟俩忽悠得明明白白，当即便签了协议，付了货款。晚上，巴图接老婆塔娜下班，塔娜一天要打3份工，累得像陀螺，吃便当都不舍得给自己加个鸡腿。巴图试探地将自己进了60万帝王蟹的事告诉了塔娜，塔娜当即暴走。60万是2人千辛万苦攒的房子首付，巴图却一声不吭地买了帝王蟹。这些年他生意没少做钱，却是一点都没赚。塔娜认为以巴图的经商天分，这次难保不会打水漂。2人争执间，一辆车撞上了他们的车屁股，车上的人名叫卡放，从事多种违法犯罪且嚣张至极。不久前，卡放带着小弟暴力催债，看上对方的女儿便强行将人迷晕带走。巴图和塔娜急忙下车查看，小弟为了避免后座的女孩被发现，扔了一沓钱让2人赶紧离开。后座的卡放看到塔娜后眼睛一亮，见色起意的他下车拎着小弟一顿暴揍，接着又十分绅士地给2人道歉，变脸速度之快让人啧舌。事情解决后，还在因为60万生气的塔娜甩开巴图的手打车回家，卡放则不怀好意地跟上了出租车。巴图愁眉苦脸地找到老焦，老焦安慰他回了家好好轰轰就行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还没搞定塔娜这边，朱老板就打来电话告诉巴图他们的货被扣在了海关。巴图和老焦欲哭无泪，一个赔了房子首付，一个赔了老婆本。老焦气得站起身问老天爷能不能换个人欺负，老天爷回了他一声惊雷和大暴雨。巴图见状便给塔娜打包了些吃的准备回家，但卡放却先一步跟踪塔娜来到他们家。敲门声响起，塔娜以为是巴图，叫了几声却都没人回应，他顿时警惕起来，透过猫眼看向外面，却被一个黑衣人吓得惊叫。门锁被撬开，塔娜逃回卧室准备给巴图打电话，黑衣人却出现在窗口，砸碎玻璃闯了进来。紧接着卡放带着小弟们破门而入，迷晕塔娜后将其带走。回到家的巴图发现塔娜失踪后马上报了警，但一时半会儿也查不到有用的线索。巴图离开警局接到了卡放打来的电话，威胁他塔娜在自己手上，除了不准报警之外，还要在2点前按照他留在冰箱上的名片地址赶过去。巴图匆忙赶了过去，目的地是一家餐厅，桌上放着一个手机和一袋钱。卡放打来电话告诉巴图钱是卖老婆的钱，塔娜很漂亮，值这个价。巴图大骂卡放神经病，他带着钱来到警局，负责此案的王警官认为这是一起非法买卖人口的案件，王警官将钱留下调查指纹，并表示一定会尽全力破案。巴图心急如焚，老焦表示自己认识一个叫宋猜的私家侦探，但对方一直是先收钱后办事，2人现在穷得响叮当，根本拿不出佣金。巴图脑子里一团乱麻，心烦意乱间看到了洗手台上的验孕棒，这才得知塔娜已经怀有身孕。巴图牙一咬心一横，来到兵哥的财务公司，本着先礼后兵的原则，巴图极力忍耐，请对方把钱还给自己，他要用这些钱救老婆。兵哥显然不太会看脸色，一句没钱就想打发人，还让小弟将巴图赶出去。一出手，忍无可忍的巴图瞬间爆发，一出手就是碾压全场的实力。兵哥本想欺负老实人，没想到踢到了铁板，急忙从抽屉里拿出钱交给了巴图。巴图和老焦带着钱找到宋猜，并承诺帝王蟹赚了钱再分他一半，宋猜才勉强接下了这个加急单。根据唯一掌握的套牌车线索，宋猜带着2人来到一个乌烟瘴气的场子，据说老板是本市黑车市场路子最广的人。3人很快见到了老板 Pony 姐，对方却表示要对客户信息保密，而且自己这里也不是服务中心，谁都能来查消息。宋猜本想耍个狠， Pony 不想浪费时间，拍了拍手，一群黑衣大汉马上将3人围了起来。宋猜让巴图和老焦往后站，撂下一句自己不是吃素的，便摆开架子迎了上去，结果下一秒就被群殴倒地，直呼救命。巴图二话不说上前开打，拎小鸡仔似的把人抓起狠狠扔在地上，拳拳到手，看着都疼。这帮乌合之众根本不是巴图的对手，很快便躺了一地。Pony 姐看傻了眼，果然拳头才是硬道理。3人很快拿到了车主信息，宋猜向老焦打听巴图的身份，
这才得知他就是多年前在终极格斗冠军赛上叱咤风云的黄牛。于是巴图喜提迷弟一枚，几人根据 Pony 提供的信息来到一个夜总会，老焦和宋猜进去摸底。等在外面的巴图看到一辆车上下来很多女孩子，一个男人推搡着让他们快点。这个男人当时也坐在追他尾那辆车上。此情此景很难不让人把塔娜的失踪和眼前的男人联系在一起。巴图冲上前拼命拍打着对方的车窗，察觉不妙的小弟马上一脚油门逃离了现场。这时王警官打来电话让巴图到警局认尸，巴图惶恐不安。好在照片上的人并不是塔娜，而是一个叫萨维卡的女人。她的老公绍恩1年前就到警局报过失踪。巴图几人辗转找到绍恩，并了解到他的妻子也是被人强行买走的，只不过那时候他鬼迷心窍收下了钱。绍恩将当时那帮人给他的名片递给了巴图，巴图按照名片地址找到一家贷款公司，接待他的正是撞车那天扔钞票给他的小弟。巴图直截了当地问小弟自己老婆在哪，见对方不老实，便将人带回家审问。卡放也在监控中看到了这一幕，准备马上将女孩们转移。小弟老老实实地交代了事情的始末。卡放通过贷款公司物色目标，抓到的女孩们都成了他的赚钱工具，没了利用价值就丢给一个叫医生的人摘取器官。小弟提供了一个关押女孩们的地址，巴图3人通知王警官后便火急火燎地前往。此时被关在房间的塔娜发现了房顶的横梁和窗口，便和同屋的女孩准备想办法逃出去，结果被卡放的人发现，最后只有塔娜一个人逃了出去。塔娜逃出了房间却没有完全逃脱，她沿着公路狂奔，但位置实在有点显眼，最后又被卡放抓了回去。巴图几人赶到时，女孩们已经被带走，只剩一些打手守在这里。巴图3下5除2将一群小喽啰撂倒，迎面走来一个满脸凶相的胖子，巴图结结实实挨了对方几拳，紧接着点满怒气值将胖子制服，并在他身后的监控画面中看到了正在转移的其他人。巴图怒气冲冲地找了过来，小弟们见他面色不善，马上抄起墙边的棍子迎了上去。可惜他们低估了巴图的实力，人海战术也不太管用，一个个被轻而易举击飞。一个小头目正准备拿钱跑路，走廊一面的墙壁突然震颤落灰，很快房间门就被一脚踹开，站在门边听动静的小头目也被殃及，脑袋一歪晕了过去。巴图走进房间，一个看起来会点拳脚的长毛站起了身，短暂对视后两人交起了手。长毛确实有些底子，巴图也正视起了眼前的对手，盯着对方的下盘找准机会强势反击，最后一个侧踢将人撂倒，清脆的骨折声传来，脑袋着地的长毛一命呜。与此同时，老焦和宋猜发现了正在被转移的女孩们，将看守的小弟打倒后救下了众人，但是却没发现塔娜的身影。一个女孩告诉两人塔娜逃走了，老焦连忙将这一消息转达给了巴图。巴图驾车沿着附近的公路找人，和卡放一行狭路相逢。此时塔娜就在对面的车上，巴图认出卡放后驱车追赶，他狠狠朝着卡放的车子撞去，试图逼停对方。得知塔娜就在车上时，又不得不停下动作。卡放命令司机撞巴图的车，没料到被巴图紧急刹车，虚晃一枪，眼看就要冲出路面时，巴图担心塔娜的安危，慌忙加速将车撞了回去，自己却失控翻下公路。卡放觉得巴图不识好歹，为了个女人瞎折腾，他抡着锤子要上前教训巴图，接着便诠释了什么叫做不自量力。解决卡放后，巴图成功救下了塔娜，警察也很快赶到逮捕了卡放。之后卡放以多条罪名并判入狱，他身后的一条黑色产业链也浮出水面。好消息一个接一个，运送帝王蟹的轮船被海关释放，巴图也成功拿到了货。1年后，塔娜顺利生下一个男孩，巴图和老焦的帝王蟹生意也十分成功，朱老板画的大饼在两人身上成功实现。Happy ending。